我们说过，你的存在有一个目的，谁的目的？你想过吗？你们是谁的目的？你们拥有目的，因为意识的所有面向是彼此连接的，没有一个存在于系统之外，所有的都是整体的组成部分。那就是我们想要你去寻找的目的，你肉体载具的本质以及你产生的能量都是一个发展序列的一部分。这个序列可以说是为了你个人生命的探索，但是你为整体增加了什么目的？你能说服他人，让他们跟你的目的一致，为他而成长吗？这个目的尚且是一个你不知道是否存在的能量。这个宇宙互相连接的方式是基于多米诺系统的，宇宙中所有的意识面向互相影响，因为这是意识在这个系统当中体验自己的唯一方式。在其他系统或者宇宙结构当中，每个意识的类型是可以完全独立的。换句话说，你们可以独自的存在，对其他人毫无用处，但在这个宇宙不是这样的。有许多不同的宇宙和主题，就像100美分可以组成1美元那样，某种宇宙的集合组成了某个能量集合。最终你认识到会有些存在系统与你所处的存在全无关系，这个系统设计为一个自由意志的区域，在其中万物之间都互联互动。也有一些区域也称之为自由意志区域，万物互相独立。在地球这里，万物是相互连接的，在万物独立的系统当中有更多的空间，或者让我们这样说，更多对空间的觉知，并不必然是空间本身。那种宇宙实际上可能比这个宇宙小得多，但是因为它在稠密的层面进行运作，对宇宙意识的觉知要大得多。你们的目的是携带信息，让他人通过频率获取信息。当我们分享故事的时候，你们最终获得的就是信息。信息是光，光就是信息。你获知的越多，越能改变自己的频率。你们是电磁生物，你将自己一切所事向其他人进行广播。如果你开始学习如何让身体校准这种认知，你就能认出喜悦中的人，就像你能认出恐惧中的人一样。你的使命是携带信息，在人类形态之中向更高的能力进化自己。当你这样做，你会自发地影响他人。你或许觉得自己不是什么体面的大人物，举个例子来说，你是一个服务生，不过请记住，不可以以貌取人。与你接触的每个人都会受到你震动的影响。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短暂地从事卑微而平凡的工作，或者只是在家里带带孩子，或者从事着不太荣耀的职业。然而你会有一段时间吸收这些必须的信息，通过活出、感知和习惯它，你将这些信息融入生命，融入你的世界历史当中。一旦你能稳定维持信息的频率，不再因为你们不知道自己是谁而随着情绪的过山车颠簸起伏，就会有任务给予到你，它将会放在你的面前，它会是你蓝图的一部分。你的蓝图是你今生的详细计划，或者说行动纲要。你们中的很多人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蓝图，以及会被指引去做什么。你们每个人从存在的最深处知道你的计划，阻碍你们知晓的是一种逻辑思维，也就是
认为你自己不具备相应的天赋，或者说自己无法做到。如果你进入冥想的状态，你会接收到关于自我身份的信息，会去感知实相以及下一步任务的信息。冥想是一种通信沟通的状态，不是到一个地方然后迷失其中。冥想是获知信息，并进入滋养你的所在。你将朝向自己的目的前进，而且很有可能它与提升频率有关。转换频率，为他人降低频率，去解读频率，利用频率疗愈别人，为人类稳定频率。当你们中的每个人都能稳定地保持一个信息的频率，而不陷入惊慌失措的状态，你就将这个频率锚定在了地球上。这个频率被识别了，它无法被准确地追溯，但是它可以被识别出来。现在它就处于被识别之中，这就是为什么要去不断地改变频率。你会看到周围更多的频率控制，但是现在你能够识别出它们。你会发现生命中的一切事件都一步一步地完美地成就着你将要做的事情。一度你或许是一个童子军的团长，去学习如何与年轻的男孩们相处。另一段时间你可能在餐厅中供职，学习做菜与提供服务。通过工作你创造了某些实相的面向，以便以后当你教导这些系统如何超越自身时，你会知道这些人的来龙去脉。我们对你讲话时，好像你们不是人类一样，因为对我们来说你们确实不是。对我们来说，你们是光之家族的成员。我们知道你的多次元自我，我们谈论与人类相处，因为你的任务就是与人类融合，安抚他们，唤醒他们内在的火花，以便他们不会毁灭，以便这里可以容纳一个新的物种和一个新的活动领域。我们也谈论过许多次进化的 DNA 以及控制和管理人类的实验。频率调制，你们被雇佣完成这个使命，从未来回到这个存在的周期，转世多次，以了解什么控制了人类。这样你们就能从内部运作并改变系统。当你与逻辑头脑进行斗争的时候，你就在体验一种自我冲突。冲突的双方，一个是沉迷于控制故事的人类自我，而另一方是你的光之家族自我，没有沉迷于剧情之中，而且在了解更大的视野。你开始认识到，运转于逻辑之外的那部分自我正在教导你某些东西，它提供一手的体验，关于大多数人如何去运作，也为你提供了一手知识，关于为影响他人你需要做些什么。如果对你来说，进入并信任直觉太过容易，如果你不了解逻辑头脑的二元性，长期下来你会对其他人类没有什么耐心。如果对你来说非常容易的话，你怎么可能去理解对其他人来说是多么的困难？人类已经被频率控制了很长时间，他们如此习惯于这个频率控制，而近些时期的逻辑头脑如此过度的发展，有了太多的猜疑和恐惧。这是一个黑暗的自我之地，受控制的人们甚至害怕走进去，不信任自己可以接收到信息。当你想到那些存有，他们对人类 DNA 进行重新的排列，制定各种地球的剧本和事件，然后为了自己的目的，将心理操控的能量通过不同的门户导入太空之中，你就能明白你在与什么进行着战斗。有一些人希望你以及整个星球的运作别无他选，只有逻辑，一个非常恐怖的逻辑。现在我们能给予的最好建议就是把逻辑当作玩具，说我在逻辑当中待一会儿，看看逻辑头脑在做什么，他想要接管我的生活，
他被告知事情是如此的，可是我还被告知其他的这些东西也是真实的。现在我要观察自己如何在二者之间来回摇摆。我生气了吗？我没有安全感了吗？哪些给我带来了提升？哪些给我带来了安全感？每一种思想模式给我带来了什么？我感觉自己现在是怎样的？我的感觉又如何？去观察并承认所有的这些，然后说，我已经给每个想法一个上台表演的机会，我想要选择哪个？再次确认你想要的，并且知道你想要进化。你能否明白，因怀疑而陷入倒退，实际上是神圣计划的一部分吗？这能帮助你理解那些追随你脚步的人将会经历什么。你必须学习打开同理之心，或者说心轮，这可能是最困难的事情之一。随着你们都有勇气放手与感觉，要学着共情自己和他人。观察你们如何应对事件是非常重要的。不同的事件发生，以便能够观察它们，学习观察你们的行为，花更多的时间进行独处。即使这个时候比较困难，会感觉孤单，但是从长远来看，你将会因为我们指导你与自己的深深相遇而感恩我们。你们拥有的富饶和成熟，足以带你们进入更高的领域。